市场，为什么没有灯光？为什么把这个灯关掉啊？大家好，我是年轻有为的非著名的法医刘良。今年有30岁了。笑什么？不相信吗？信了，信了就对了。刘良教授，你在忽悠人吧？谁的声音啊？谁的声音啊？你是谁啊？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的？我是谁不重要啊，重要你确实在忽悠我们同学啊。作为法医啊，我可以洞穿你的一切。我也是法医啊，你怎么会看出我的年龄来了？现在有了科技的支撑，有了虚拟的解剖，我们可以把刘良老师的骨盆呐，通过 CT 影像技术给它还原出来，发现啊，它的背侧缘破损，表面呈交叉状，60岁以上了。看看这个是谁？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清明，老师好。每一具尸体都有自己的话，一旦我们破解，他就会说谎。作为法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展现事实真相。法医这个职业是守护死者尊严的最后一道关卡。写书的时候，我并不是某种契机去专门的做记录，而是有一种契机让我去宣传法医。龙帆市公安局主任法医师秦明，我是秦明，我是秦明，我是秦明。法医秦明2字，除了法医一文不值。这5、6个里面的秦明，哪一个最像你？啊，都挺像的吧？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有点滑头了啊。那我反过来再问你一个事儿：这些秦明跟你不像的地方在哪里？不像，就体重稍微有点差距啊，其他都差不多。别人比你重吗？啊，别人比我重吗？对呀。对，重啊。秦明老师这次来呢，给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生，还有非专业学生做一些这个讲座，同时呢，还有一个任务，给一个初入职场的我们这一档这个节目，来做一个考核官。某出租公寓房内，一名年轻女性租客被发现死在浴缸。今天这个现场呢，是我们多年以前的一个案件。第一轮公安做完了以后，当时的争议非常大，所以就启动20鉴定。血迹，插卵伤了，双标的插头。他那个安眠药已经空瓶了。我觉得他像是找了很多种自杀方式，不像自杀。 3条再掉下去。他怎么到那么高的地方呢？他凳子也够不着呀。那里都是血，肺中有工伤，很多不致命的伤痕。这疑点太多了。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好啦，我们又上班啦！天气明媚的一天，我们自己开启了上班的流程。
哎，那我们要等那个对，我们今天是有位新朋友先加入到我们的助力团里面来。有新朋友了，上一期的大哥走了，这就有的说，这就有的说了。不是，这真的是有的说了。正好我掌握了上一期大哥的行程，他现在在公检法系统里面在体验演员生活。哦，对对对。题外话，好，我们今天来的这位新朋友呢，我们想给他准备一个新鲜一点的小环节，就是他一会儿来了之后，然后咱们就是聊天不理他。哦，假装看不见他，看不见他。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具体的方式我们自己看着来，反正就是别理他就行。都行，不是咱3个就把这一排给占了，他就没有座位了，是吗？是的，是的，他就只能坐在那边。坐在那边。就是现在咱们3个就是咱们聊天，聊啥呢？一些生活性的话题，随便聊诚意。这就有的说了，这就有的说了，我跟你讲，这就有的说了。你要这样讲的话，这就有的说了。不是这个，其实真的有的说了。我发现你的口头禅了。这真的有的说了，真有的说了。有的说，真有的说。这真的有的说。哎，你要这么说，这就说有的说，真的是有的说。接下来一哥有的说环节，这个真的是有的说了，这不是1天2天能说得明白的事儿，这都是一辈子的事儿了。今日有的说。在这里提前祝陈老师的新戏啊爆掉啊，新戏爆掉。可以啊，开工大吉。最头的那个门是哪个门啊？这个门吗？你好，我可以进来吗？又来了。你知道吗？状态就这个状态就好。这种，我也想到。我方便进来吗？哎 ，hello。结果我那天就一直在想，我说为什么会有人？他给我发消息，你知道吗？他都是我在高铁上，他一直疯狂给我发消息。关键他是让人后反劲特别强的一个人。你后反，因为你知道吗？他特别可爱，你知道吗？就是他一直在重复说那句话，说了好多遍，说哎，如果这么说的话，这就有的说了。对。他之后还能再来吗？肯定。我们还蛮想念他。他想来。真的吗？录制结束之后，他就拉着制片人聊了半个多小时，就包括这个整个故事对人物的这种感受。小齐，对，小齐，算了，拍个照吧，先。对。来，一起拍个照。来，3、2、1，好看一下。哇，好好看啊！好好看啊！怎么样？我觉得你为什么脸这么小？这么好看，哇塞，真的一定要发出来，好这样。你怎么这么高兴啊，你兄弟？我可以进吗 ？Hello。我就一直在想，我说为什么会有人？说那句话。小齐，3、2、1。你还捶我？可以了吗？可以了吧？欢迎进欢迎！哎呦，我要给你们泡茶呢！欢迎！我快憋不住了，不行！他刚一拍我的时候，我笑得想反目。救救我！当时我在想，你们是在录吗？在不在录？对，因为正常情况下我多多少少应该回个头。对呀。你刚刚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环节的特殊性，或者感受到了？然后尤其是在那个照片的时候，哎，我怎么没了？
感觉好像是你们有提前预谋好了一样。这你怪他提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先定好是物理上还是心理上冷漠他。如果是物理上，就是合影，然后但前提准备好那个没有他的那个人，就拍出说啊，然后所有人的那种。哦，可以啊。先拍一张，一会儿还得是这个姿势。让他在哪儿？让他就在这儿，假装他在这儿，假装他在这儿。算了，拍个照吧，对。好，来拍个照。我当时都懵了，已经。正式欢迎俊。Hello， 我是你们的新同学。这个给新同学特殊的一个仪式，见面礼太难忘了，真的头一次。小七快解释一下。就是之所以准备一个特殊的仪式呢，并不与以往的节目当中看到的整蛊一样，而是因为我们法医的责任呢是为生者权，同时呢也为死者言，就是希望能够感受一下那种有苦说不出的感受，同时呢你想说什么发现无人在听的那种感觉。对，是的。就是那些真正被冤枉的人，他们企图清白，并不是靠自己的一张嘴说我是清白的，他需要的就是法医这样的职业的存在。对。那现在我们就言归正传，来，俊辰，我们要正式的开始咱们这个助力团的新的一天的预测。在今天的即将要面临的考核当中，我们可以一人来选择一位最看好的一位是吧？学员，对，我们来自己内部猜测一下，今天谁的分数会最高？这就有的说了，这就有的说了，真有的说了。那俊辰怎么选？我想一想，我之前了解了一下，然后感觉非常干练的那个曲姐，对。老师好，我叫曲艺林，本科毕业于苏州大学法医学专业，并以专业第1的成绩保送到了本校的法医学系。我感觉曲姐的能力很强，应该是她是那个最有力的竞争者。我选择的是，我猜测是梓潼。跟我一样，我也觉得是老徐。第一眼他进入那个面试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特靠谱。一开始引起我注意的还是后背上的血迹吧，所以我判断应该是战力位。他毕竟有1年的从警经验，上一次就是第1。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应该还会是我心目中第1名。其实我有2个人选，就是曲姐跟向晴晴。那既然那个俊辰选了曲姐，那我就选向晴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法医，可能趣闻能达到1到5多，是吧？感觉找到了。上次他是给徐晨打辅助，但是他在一些细节上做的也很好。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潜力的吧。好的，那我们到时候就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最终结果。接下来，今天在案件还原的时候，我们又会遇到怎样的案件？就是真的非常好玩那后面环节，现在很期待了。弟弟已经摩拳擦掌，准备。我有点激动，我已经很期待今天的这个案件了。对，你心理接受度大吗？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这个绝对和单纯的推理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最真实的内容。因为我们会根据真实案件提供出来的那些照片也好什么的，就是直接就是那种。我们还摸了。对，就是这样戴着手套还摸了。至于今天又会有怎样的神奇的案件出现，我们就等待老师们在现场给我们揭晓。那你带早饭了？带，那来点包子呗。我早饭也没吃啊。来点。那来点。
来个馒头吧。一个小的吗？不需要。昨天晚上做梦，说是在做解剖。然后我记得梦里好像那个人好像是被电死的。然后我就找那个电击斑，我就死活就找不到。大部分电击是有电击斑的，只是特例，偶尔没有。可能梦里那个案子就不是电击斑能造成的，我觉得。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哇，你们到这么早吗？要不要吃包子？你吃吧。不用。好。这个小猪跟你比较配。这个小猪跟你比较配。能行。吃个包子。奶黄包还是？不好吃。真的吗？好吃好。他说不好意思没了。我不吃，你们吃。坐着无不无聊啊？不无聊。还行，我们都有东西得看，还有好多知识没学呢。对，可以看吧，慢慢看。我出去接个电话。喂，哎，没有其他意思。好。向晴晴回来了。我接了个电话。啊？接了个电话。对，就是我要跟你说一下你。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是工作环境，但是在讨论一些案子的时候，你就放声的说。好。声音有点小。对。对。你现在应该不会再害怕了吧？还。来，我也在这，我正好有事情要问他，看他怎么对付我的。就是我昨天收到你那个医疗损害一个鉴定那个报告，你怎么考虑这个定责任嘛？因为我看过他喉镜的那个检查报告单，他这个新生物诊断还是比较明确的。手术首先是还是他自己有这个问题？对他自己首先是有一个自身的疾病，再一个这个表面麻醉手术竞争也有，这个药物的毒性就是有一定的发生率的。医院有错当然是有错，但是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可以预见，但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一个风险吧，一个并发症。对。他刚才跟我怎么在讲话？是吧？我就讲我的观点，所以就是说以后就是像你讲话声音稍微适当提高一点。是因为之前工作就只有自己本分的工作，很多沟通都有单独的一个洽谈人员去跟家属对接、跟老板对接，我就负责工作，很少沟通。因为你原来工作场所就是那个殡仪馆呐，面对的是那个他不说话的，你也不想说话。对。我们这还比说话声音大呢。我们这边员工都是喊维姐，有什么事大声喊维姐，那个。好的。耳朵不好。那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大声一点，反正没人。我跟我家里面讲话也是这样，声音比较小。你得学那个维姐。可以。我有感觉，刘老师是很清晰透彻地观察到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优劣势，特别是我，因为我看到刘娘老师自己就会很紧张，不过接下来会慢慢地去把自己的一个声音提高。这样，我宣布个事儿，我们上一次考核了那个鉴定的话，实际上我们就第一次就把它做过了。但现实当中呢，其实有很多鉴定是一次做不定的，所以经常会有2次鉴定。2次鉴定的话呢，就需要我们去更仔细的要做事情。所以呢，正式任务来了，第2次考核的是一个2次鉴定的，我们准备出发。行，去了现场再说。
你有了解过2次制定2审这些吗？没有。喝口水，压惊，准备出发。走 ，OK。嘿，周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又见面了。老师，我是今天的队长，我是今天的队长。翟队，翟队，走，翟队，走吧，翟队。请周老师，跟您走。哎，队长走，队长。小童不错啊，小童。又到了这个案件现场，大家可以看，这是客厅，那个阳台，上面有个浴室、卧室，这是资料区，科技为正义服务。地上的白线是什么？是墙壁，我们不能穿墙而入。哦。这个案情的基本材料发给大家看一看啊。来，大家先了解一下。等一下，哎，谢谢。谢对，谢谢。对，大家看一看。然后我们还是像上次一样，大家扮演什么角色，给学员们提供一些帮助。死在浴室，死在浴室里。对，死在浴室的浴缸里面。妻子、丈夫、情人、爸爸，4个人。走吧。哎，往里面推，好。Hello， 欢迎各位，欢迎。哎呀，又见到我们可爱的人了。又见到了我们可爱的刘老师。和冰冰凉，你手有点凉，你手有点凉。进城。哎呀，好久不见。这个案子我想介绍一下。因为在我们这个实际过程当中，这个你做了一次鉴定以后，可能有不服的人，就质疑你这个报告，是吧？所以就有很多利益一方会提出来，你这个鉴定是个错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是我们多年以前的一个案件，第1轮公安做完了以后，又启动了第2轮鉴定。像今天这个案子的话，这一轮我们要做一个判断，实习生各自独立的判断。没有分组，然后我们要确定一个案件性质的话，需要有4个环节。第一个是要把案情搞清楚，案情上有没有疑点，第二是种现场勘查，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第3个是我们法医的主要的任务了，尸体解剖。第4个就是后期的相关的实验室检查。那么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案情，我们今天就请到我们书记团。他们来帮助你们来把当时的第1轮的警察的询问笔录做还原。我们在站的这5位，你们每个人有一个权利去问其中的1位。大概询问的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你们问到的这个信息是可以分享的。我把大概的一个情况跟你们说一下。某一年的10月13号，在一个租住的一个房间里面，一个女性的租客死在了浴缸里面。然后呢，这个房东是一个男性，跟他有婚外情。当时的时候，这个男的说他离开了这个房间。1个小时以后，男性的合法的妻子到了现场，发现这个死者在浴缸里面躺着。我们几位呢，先在这个现场内给他们进行一个案件还原，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发生哪些争执。我们在这边看完了以后，我们再去进去询问。今天我就是在这个案情里的丈夫，男房东，今年43岁，家里有几套房子在出租，自己还会做点生意。与妻子结婚也10几年了，家里有3个孩子。我是这个丈夫的妻子，然后是今年是40岁。我家里有3个孩子，结婚这些年来一直在家里面全职带娃。我这次呢，就是暂时认领了一下这个死者。
死者今年25岁，大学时期呢爱上了一个男人，之后呢发现他是有家庭的，但是他说会离婚，但等来的永远都是敷衍和谎言。我是死者的父亲，我今年48岁，与女儿关系非常好。虽然她有点任性，耍孩子脾气，但她非常孝顺。某年10月13号，某出租公寓房内，一名年轻女性租客被发现死在浴缸。死者与男房东是婚外情关系。男房东离开之后，女房东1小时后到来，发现死者之后报警。死者这边的视角是，首先他今天心情很不好，然后呢，他坐在了这个地上，靠着床，拿了一个手机给这个房东，也就是丈夫打电话，15分钟你不来，我就死给你看。你冷静，我马上就到。然后把电话挂断，这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发现是妻子的。我知道小宝病了，那你啰嗦什么？赶紧送医院，我有急事出去，办完事再说。然后挂掉电话的时候，正好刚刚到家门口，他推开门，急匆匆地赶了进去，看见了死者在这里哭泣，然后就上来就说：“你不要闹了，我没有时间跟你闹。”你骗我！之前跟我说你单身啊，但其实你有老婆，你今天必须就要跟他就结束。然后丈夫就安慰她，我真的不想再相信你。好了，关。然后我这个时候把我的手机放在了床头上，我们先洗个澡放松一下，我去放水。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从这里去了浴室，把开关打开。放水的时候呢，这个死者他就动了一个念头，他就觉得不如就趁这个机会他来打电话，于是他就拿起了这个丈夫的手机给这个妻子打电话。然后这个时候丈夫一下出来，看到他正在拿我的手机，我就很紧张，我就冲过去问你干什么？为什么要拿我的手机？然后我就跟他抢，把手机抢了过来。然后他又要抢回去，两个人就激烈的争执。然后我就拿起了床头的一个烟灰缸，重重击打了他的头部，啪！死者就倒地在床，然后就在这哭。丈夫摔门而去。1个小时过去了，怀疑丈夫有问题的妻子从家里火速赶了过来。妻子拿钥匙打开了房门，然后走了进去。敢背着我找女人，这个给我滚出来！没有人回复，于是呢就看了一下床底，会不会在这里呢？哎，没有人。然后呢，哪里会藏人呢？看了一下衣柜，也没有人。然后呢，又看了几圈，突然看到了这里边有一个女人的尸体，然后进去之后一看，女租客死在了这个浴缸里边，然后就打电话去报警了。对，再不来我就死。别跟我说你是单身，今天必须要离婚。一般来说，我们在做这种鉴定的时候，要防止2种倾向：第一，盲目的相信他们，所以需要你们去做甄别；第二个呢，我们发问的时候呢，很多一些暗示性的东西，一些诱导性的一些问题，要特别当心。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这样的，你们去问一问他们，你们一个人找一个人，你不能每个人都问。哦。那我们就先进入现场等各位啊。你们先进去。好。那你们谁来？我想去问妻子。去吧，你自己去。我想去问丈夫。去。行，那我去问父亲。你是妻子是吧？我的身份是妻子啊。10分钟。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丈夫走了之后1个小时，然后你就来到这个房间，然后就看到浴室里面有尸体。能讲一下你们看到就是这个尸体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吗？当时的情况是进到卫生间之后，看到了一个女租客穿着衣服躺在浴缸里边，整个头
埋在了水里。他头发很长，都散落在水里。他那个样子呢是比较可怕的，但又感觉很可怜。很可怜。对。地上有一些水，然后浴缸前有个凳子，一个铁的凳子。然后在浴缸的上面还挂着一条丝带。你是怎么找到的地方的？是这样的，当时呢，孩子生病了，发烧，让他去管，他也不管，而且他很慌忙地出了门。对。但在出门之前，他去了趟厕所，我贴到门上偷听。他说的内容是，蓝屏那边太远了，15分钟是过不去。蓝屏就是这个附近叫蓝屏。哦，对，因为刚好我们家的蓝屏有一套房子，所以我猜测他可能是来这里。当时其实我是过来灭火的，因为他当时情绪很激动，然后我就过来了，然后他当时就是一直埋怨我为什么没有离婚，跟他娶她嘛。你说你要跟我结婚，你现在又骗我，必须要离婚。我还想问，就是有没有奇怪的地方？没有具体时打完就走了。跟女儿关系好吗？5分钟了。您出去的时候看过时间吗？看过，8点50。进来的时候呢？进来的时候是8点半。然后中间出现争执了。对，发生了争执，因为我过来以后只是想安慰一下他，但我发现我安慰不了他。你每次都骗我，每次都骗我。然后我想要拨电话。你干嘛看我手机啊？我现在就要给你老婆打电话。我抢过来以后，发现他在给我妻子打电话，我就在他还没有接通的时候我就挂断了，发现他的情绪非常的失控。我用烟灰缸打了他的头，然后打完他的头以后，我就自己出去喝酒了。打完之后他头出血了吗？当时？没有太严重的情况，所以就当时还能继续吵，还能有情绪，就感觉没什么事儿。对。之前是知道他有这个婚外情的，之前是不知道的，应该是第六感，因为他经常会往这个房子这边跑。当时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他很上心嘛，一般租房子的事情跟这个租客联系的事情都是他来做的。之后我有翻看过，就是说这里边会有一些我丈夫的一些衣物，在哪？就在抽屉里边看到了几个，就是丈夫的内裤，还有就是衣柜里边有他的2件衣服，所以断定应该是婚外情。婚外情。询问时间还有3分钟。那他平时跟你沟通多吗？他讲述过，他说他现在交了一个男朋友，但是呢，说工作很忙的原因，一直没有能让他来家里吃顿饭，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见过人。但是他最近好像就是我喊他回家吃饭，他也是总是在推脱，感觉上好像心情不太好。但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是说换了新工作，压力比较大。你跟他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他昨天给我发了一个短信。昨天？是在昨晚的12点整。今天是14号。对，他是在当晚的12点整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当时给我发的消息是：爸，保重身体，我们来世再做父女。询问我的那位警官告诉我说：哦，我们看到的死者手机有延时发送的记录。哦，既然有延时的话，他可能不是自己发的。还1分钟。妻子她都有备用钥匙吗？妻子都有。那您事后跟丈夫有沟通吗？就没有第一时间的联系他，选择了报警。他这个是什么药？是安眠药，失眠吧？可能。他睡眠不好。我女儿身体很好，很惜命嘛，我就觉得她一定是被害死的。所以你没有碰过他是吗？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你什么心情？很难过。所以您真的没有进来过？没有。我一定要帮我立正清白，一定是有人害死了他。目前询问已经完了，所以我们下面的任务就是现场勘查这个重要的这个环节了。这个环节呢，给你们的时间是1个小时，也是你们各自去勘查，没有分组，所以你们要去小心的去仔细的找。除了要去看
现在的现场以外，前面那些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般说2次鉴定的时候，你的占有的资料，案情也好，现场也好，事情也好，你应该全部都要获得，否则的话把以前的会遗漏掉。所以这个现场勘查稍微要小心一点。然后我们助理团的啊，你们刚才这个给我们这个提供的这个线索还是很关键很重要。那么呢，你们呢也可以回去再讨论讨论。好，没问题。可能到后面还要进一步帮助他们找到案子的一些疑点或者消除这个疑点。啊，好，谢谢你们啊。好，谢谢各位，加油喽！加油，拜拜，拜拜，下午见，一会儿见，下午见，一会儿见。我们去讨论讨论。对对对。现在我们就去到现场去，啊，给1个小时，我现在计个时。那你们先要鉴定吧，我先勘察吧。可是你的资料我都师表好吧，这个师表给徐志彤。先看师表。第一次鉴定的结果有吗？第一次鉴定结果没有，硅藻检查好吧，病理有。硅藻我可以看看。硅藻给谁？啊，硅藻好，你拿着啊，都一样。好，病理的有吗？病理的资料有一些，那我都给你吧，你们自己分享好不好？尸检资料好吧，第一次的尸检资料。胃里都是血，胰腺也出血了。肺里面发现少量的这个硅藻。这是戴了20分钟。这次的案发现场就是跟第一次的那个户外很不一样，它是一个室内的，物件就会更多，然后你需要可能更细致的搜查一些，并且它是一个就已经被翻动过的现场，原来的物件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所以你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些比对这样子的工作。这个桌子上，这是现场资料、场景图，然后房间布局、人物关系、现场照片。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哎，2个杯子啊，1杯水，她家有人来过啊。那如果按照她丈夫的口供的话，她丈夫没有时间坐在这儿跟她喝水。哦。那要么就是她丈夫中间回来了，要么就是有别的人来。甚至是他很有可能，他和他来的那个妻子，甚至大家坐在那里谈判这件事情。对，那这个谈话是什么？为什么都被隐去了呢？丈夫也没有说过，妻子也没有说过，很重要啊，这2个杯子啊。我看一看有什么不同。客厅。卧室。我到现场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框架，首先是从环境，再到物件，以及再到细微的一些物证。床头、拖鞋、
平。安眠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后续要看一看那个安眠药，比如说那个已经空瓶了，那我会偏向于说，这很有可能是女孩自己吃。如果说法医后续给到的信息说，的确女孩死前的时候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那我觉得安眠药这个东西很难是别人逼迫你吃下来，很有可能是女孩真的是一时想不开吃下去。因为女孩吃安眠药这件事情肯定不可能是当着男的面吃。因为当着男的面吃的话，这男的多多少少你还是会拦的，不管拦吧，最起码会抢救一下，因为你谁也不想，你再怎么着不能想摊上人命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毕竟是一条生命。如果是打晕的话，你趟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之后，你再补上几拳，直接打死的可能性我觉得很难。年检，安检抽血，这伤口，甲状板骨手骨之间裂痕，下颌骨屈曲，完全部分为清伤。是烟灰缸。发现了很多他自己不能造成的损伤，很多并不致命的伤。腿上的伤，那个4点的伤比较符合4个手指一起抓的痕迹。这手。我觉得这个案件比较难，因为它涉及了很多处的伤痕。血迹，的确是血迹。浴缸边上的血痕，很明显是一个挣扎的血痕。就目前现有的材料来看，所有的材料都是围绕阶梯窒息来描述的。这个是故意的提供效应吗？还是着力处理什么？这个有点像是外力导致的。这个你看它甚至不像个勒痕，像什么掐的。感觉有掐的痕迹啊。对啊。现场看了浴缸旁边有红色的血迹，然后结合他脖子上的掐痕，像是有争执过或者争吵过的痕迹，所以我自己也猜测，可能是一个他杀吧。还有20分钟，20分钟。这个丝带和凳子。而且他怎么到那么高的地方呢？他不是有凳子吗？他凳子也够不着呀。你咋知道够不着？不是啊，你自己看一下你够得着吗？你够得着是啊。对啊，他站凳子大概就能够到啊。3条，再倒下去，撞击头，实际上剑落创。
双标的插头，插这个。那个膝盖那边可能会是一个电流损伤，然后他的那个腿上又有红色那种树枝状的那种纹路，电击中也有一种纹路叫雷击纹，跟这种纹路其实挺像的。而且他的这些损伤的部位就是在颈部跟膝盖嘛，就是在水里的话，那2个部位刚好是在水跟空气交界的地方，就是很难不让人想到是电击。看了一下现场，然后想了一下，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这个意思的可能，也有可能是这个溺死的可能。像这种就很多死因的时候，很有可能不是他真正的，就是他自己去做的东西，啊，很有可能是别人伪造出来，就迷惑警方，就伪造一个自杀的现场。有一个问题是说，当时浴缸边的一个凳子和那个白丝带是为什么要有这一出事情呢？会不会是这个死者他自己要做些什么呢？那他为什么给自己选一个这么另辟蹊径的死法去自杀呢？我觉得不太会。对，这个是我刚才在怀疑的点，就想让别人觉得他尝试了很多次自杀。包括那个白丝带能否承受它的重量，以及它入水的，你看它入水的时候是那个东西是它摆在这个浴缸的正前方的呀，那它为什么最后入水的时候会躺在了这里呢？就是这样侧着躺，整个的躺在了这里。是的。那你这样躺，那谁给它摆正的呢？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咱假设是上吊的话，他的凳子也没被踢倒，上吊的话不可能凳子是这个样子，他会有人本能的生理反应，挣扎的过程。所以这个不太可能是上吊。所以这是一定是有人为制造的一个假象。对。最后10分钟，10分钟啊！再进去看一下。想要去看一些解剖检测报告，因为这是我擅长的部分，我可以从报告中看出有没有什么问题。血性气泡。老师，你怎么看？我觉得像个自杀呢。不像自杀。不像自杀吗？我觉得他像是找了很多种自杀方式。自杀。我们再看一眼。5，因为大概有一个方向。4、3、2、1。好，我们看现场勘查结束。我有一个想法啊，在我先个人立场上，我先排除一个自杀啊，因为我觉得她如果自杀，她身为一个女孩来说，25岁又是校花很漂亮，她不会选择这么狼狈的一种方式。自杀的动机非常的小。对。而且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妻子她在整个房间进去之后，顺着这个门就看到了这个死者。之后呢，就立即报了警。报完警之后，出于很害怕的心理，她居然在房间里面去搜了一下，到底有没有她丈夫的痕迹。那你不觉得很可怕的一点吗？屋里死一个人，哎，她还敢继续在里面搜。对。如果是第一反应的话，看到死人之后，会立马吓到逃离现场吧，这是人的正常的反应吧。然后会报警，然后给丈夫打电话，但是她没有打电话。她也没有联系这个男人哦。她的理由是因为当时太害怕了，所以说就顾不上那么多。就她冷静的有点过于冷静了，是不是？是的。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这个妻子有嫌疑呢？哦。我刚刚突然想了一件事情啊，你说她有3个孩子，一个在生病。仅仅会因为她觉得今天丈夫不对，她就会追出去吗？
抛下他正在生病的小朋友，而且路程要1个小时。但是他是听到了那个他声音里面有具体的地理位置了。他大可不必今天去啊，而且这个妻子还是这么沉着冷静的一个人，对吧？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俩一起是吗？妻子和丈夫一起。对。经过大家对这个现场的勘查，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案子性质怎么定，是他杀呢，还是非他杀？第二个呢，就待会儿你们在两边辩论，那么你们组里面可以共同的去对抗那个组里面。那目前呢，请你们表个态。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你们觉得他们哪几个会挑选他杀，哪几个挑选非他杀？意见不一样。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谁会觉得是自杀。徐子彤，他会，他肯定是他杀，徐子彤一定是他杀，一个多疑的男人。那个向晴就会，向晴上一次跟徐子彤是一伙的。我觉得这次他可能会是自杀。再猜一个人，陈实会吗？陈实可能觉得是自杀。曲一宁呢？他肯定会觉得是他杀。他跟梓潼一个多疑的男人，一个多疑的女人。一个多疑的女人。那个呢？刘超玉会。超玉他杀。哎，我看刘超玉的笔记本上记得好详细啊，所有的法医的重点都在他本子上面。啊，对他写的很认真。他很想拿第一。那一会儿我们看他们来怎么做的辩。好，加油，加油，大家加油！他们来了，请进。这边是怀疑他杀的，这边是怀疑非他杀的。对，看你们怎么坐位置。曲姐选的是自杀。非他杀，我们坐这边。晴晴猜对了吧？晴晴猜对了。哦。然后，哎，他也猜对了，他做错了是不是？没有，他是我们这边的。哦。我们正确率50%，这个比例是比我们想的还是有点出入，是吧？我们在分析你们会选处理团，你们会选择哪一边？啊，猜对了吗？你是猜对了，你是猜对了，你第一个猜对的啊。我们觉得老徐肯定是坐在他杀这边的，是吗？一个多疑的男人，多疑的男人。好，上午在我们这个处理团的这个帮助下面，调查案情，勘察了现场。那下午呢，就要做一个就是各自讲理由。说完了以后，处理团根据你们对案情的一些了解，可以向双方发问。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的法医，将来很多事情都是要面对媒体的，还有一个出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实际上有个训练环节，就是你的口头表达的这个能力。你要说服对方，说服法官。你看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挺好的，就像一个陪审团一样的。对。你要说服我们，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训练能力。那么我们就开始第一个环节，美方请一个人花2分钟时间，把你们这一组的观点做一个表达。那我们手脚步，3、2、1，走。你说。好好说，加油。你要上吗？你说呗。
在上一案当中其实有一点遗憾的，所以说我就在接下来的就是2案期间努力的恶补法医学的知识，然后也是在网上看了很多的网课，就算是达到了一个把书读薄的这么一个目标吧。在今天的辩论当中，我能够争取到发言的机会，不只是能够说话，同样也是能希望自己说到点子上。是你们这方说还是他们那方说？他们吧。为什么要让他们先说？这样可以反驳你。但是我们需要阐明不解。有请我们的他杀方代表陈实。哦，好，谢谢大家。我们认为它的性质是他杀，然后依据的话，我们认为它的可能性有很多种。首先机械性窒息里面包含饿死和溺水，但我们把溺水排除了。还有是安眠药的中毒，还有一种可能是外伤，它的颈部，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它也是存在可能性的。然后高低温猝死，然后还有其他原因，这些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排除。您梓潼来补充一下吧，因为我可能总结的不够到位。外伤就是它颈项部有一些皮下的出血，很多都是一个大概跟这个手指的这个宽度啊、广度差不多这么一个大小的一个皮下出血，而且都是大点状的，而且不规则。再一个就是溺死是因为硅藻检出量很少，而且只在肺部。然后呢，雷电呢，感觉因为插座插头它烧焦了，所以我们不完全排除。再一个就是它接触水，它可能没有那个电流斑。好了，我们说完了。有什么你要跟我说的？就是你把这个我们的依据不仅有实表的，还有案情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也要聊一下。好，看看你们这一组谁来的。好，首先我们这边怀疑是非他杀。第一点，从他自己的情绪，以及他自己的自身状况，以及刚刚跟他这个绯闻男友吵了这么大一架，肯定很有情绪上的波动，以及他给他父亲发的那一封短信，就是可以明确的是他有这么一个自杀倾向。然后第二个是现场的话，除了床边以外，没有太过于明显的搏斗痕迹，所以我觉得坚持我方是非他杀。我们讲一下我们这边可能的死因吧，就是第一个是缢死的。有很多体征可以表明，比如说颈部的缢痕，就是那个提空线上的舌骨上的，以及它两边就是颈部有红肿，加上它各种面部的苍白、嘴唇的发干，以及它球间膜充血，就怀疑它可能是一个窒息。其次就是溺死的话，也是机制不明显，也是不能排除。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电击，电击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一个是那个220伏是足以致死的，220伏到380伏。好。我再补充一点哈，因为你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不排除有那种上吊自缢那种行为，但如果说他在那个浴缸上面，他掉下来的时候，你觉得他最后死的成那个形状是合理的吗？不太合理，躺着有点太整齐。对，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是上吊的话，它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掉下来的形状。那它为什么这里又会有一个类似上吊的痕迹呢？所以这是我们认为它不像自杀的一个疑点。就是你先说，你先说。就是我只是这样猜测，可能是她因为一些自杀或者意外，在她丈夫走了之后，她妻子来之前就已经死亡了。假如她妻子来现场的话，那我看到了我丈夫的内裤，看到了2把牙刷，就觉得她是确定是有奸情的，她就觉得可能说啊，这个人就是我丈夫杀的，但是她不想让自己丈夫背负这个杀人的罪名，她可能伪造一个自杀的现场，来帮她丈夫洗清嫌疑。但是你们觉得死因还是意外或者是自杀，对吧？我在想的有一点就是刚刚有提到过说项部有伤，他这个伤仅仅是限于脖子前方有伤，还是说被整个的套住的？他那个伤痕的情况具体是大概什么样子的？我因为两方其实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想双方都问，对，各自回答。好，
你先。其实从照片上面，我们并不能很清楚的看到那个锁沟的走向。然后它还有这两侧，好像是一个扼伤的那种痕迹。然后我们也考虑是他们可能打斗的时候发生过这样子的动作。明白。就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上吊的话，采取的往往是一种很典型的，就是用前脖颈正位去上吊，它前面肯定是有很明显的绳索的那个痕迹的。然而我们在图片当中观察到的是，它在后侧，它前面只有小小的一小道红色的，然后剩下的是扼痕。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刚刚他们所说的上吊，其实除非他是后位上吊，但是正常人很少会选择这样。所以说，我们觉得他就是上吊自杀的可能性比较小。好，两边都讲了自己观点。怀疑他杀的这一方呢，是从死亡原因这方面来做分析、归类，判断出他是一个他杀。这边呢，是用案情现场加上毒物分析来推断的是这个非他杀。那我们就进入30分钟的提对方的问题。那我就问一问，你们觉得最主要、最有可能性的他的死因是什么？我认为这是机械性窒息，但是我并不能确定是哪一种。他溺死呢，还是因为他就是触电，也是有可能导致窒息的。然后，那我先说溺死，好吧？我查到一个文献，他说他研究了一共407例溺死，其中检测出大量硅藻的占了80%。少量硅藻，我们这次研究结果是少量硅藻，仅占了6%。其次，它不仅仅是肺部中会出现硅藻，它在其他的肝、肾、骨骼、牙齿都会出现，但它仅在肺部中出现。所以有学术上的定义就是用硅藻实验去认定它是溺死的话，必须在肝、肺组织中检测出硅藻，或者说是肾、心其他器官也会出现硅藻，才能认定它为就是溺死。硅藻检查永远都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然后首先考虑到这个尸体在水中的时间其实并不会特别久，可能只有1到2个小时。其次是你这个统计数据里面的大部分溺死尸体，我猜应该都是在就是江河湖海这种外环境里面，但这是一个家里的浴缸，它可能就是也压根没有那么多。然后你又说了它是有6%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来就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判断，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完全通过硅藻检查来认定他是溺死。学姐特别有法官的气势。对，溺死我也想说，就是如果溺死的话，肺的解剖征象不应该只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在肺部是看到一些散在出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比较阳性的就是他的呼吸道内是有那个血性泡沫的，就这也是一点。就只是觉得有血性泡沫才会考虑他是溺死。就是很多他比如说指甲发干，然后口唇也是青紫的，然后球睑结膜散在出血点，这些都是符合溺死。不是只符合窒息，对啊，但是溺死你们如何定呢？那么我想问你们是如何排除溺死的？只是因为通过硅藻检查吗？通过硅藻检查以及解剖征象，我们都大概率排除了，不是大概率，是我们确定排除。不是大概率，是我们确定排除。排除。我有补充的地方，该我发言。青姐，你可以坐着，还站着吗？站着了。站起来有气势。坐着有点紧张。你不用站起来，太高了。哇，他的便利贴贴的好满。首先，我要驳你的这个点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透视瞳孔，结膜出血以及那个眼球出血点，它是溺死的很明确的一个体征。溺死有没有可能是它的一个死亡的原因？咱们这次的现场是一个重建，能达到重建的一个现场，就是它的疑点以及死因是大家都在怀疑的。那么这个生前溺水死亡，它的这个引起重建的一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对，我要驳你的这一点。你具体要驳我哪个点？我没太听清楚。就是你回避他是溺死的，我坚持他是溺死的这个点。窒息的话，它是器官性严重缺氧导致的一个心脏负荷增加，
从而死于窒息的循环衰竭。对，这说的都没错，但是你有没有具体的证据证实他心脏负荷增加了呢？好像我老板的。对。你的确切的证据是啥？我先用我的推断和理论来说服你列出来的证据只是符合一般的机械性窒息，你并不能排除饿死。说大哥好有压迫感，替晴晴开始担心了。你说的这些溺死的点都有具体的证据吗？证据我有，但是现在不是很明确，因为我还存在有疑问。OK， 翻译完毕。像晴晴呢，今天勇气可嘉，可以放声的来讲，而且坚持自己的一些观点，敢于表达，我觉得是要鼓励的。你们是怎么排除溺死的呀？但是我就排不掉。没有那么多溺。有没有可能是那个溺死之前他有其他的一个诱因引发的这个溺死，但是他的死亡的点他就是溺死的。如果你说前面我不管是有多少的伤，我不管是饿他了，还是勒他了，还是电他了，怎么样，他不会说是我只是呛了最后那几口水我才能把他呛死，我一定要呛很多才行。不，你这个原因，你这个点就像我们第一次的那个案发现场。但我们现在讨论是这个案子，你不要跑到那个案子上去。我只是想强调就是这个点啊，因为你提出了问题啊。上一期的搭档，这一期坐在了敌人。不要跟我扯上一期的事情。但你也不能排除是溺死啊，比如他被掐过之后，然后颈部充血水肿，导致他呼吸道很狭窄，或者他呛了一口水就怎么样，或者倒在水里面了，因此他也可能是溺死啊。我想提问，就是你们是如何排除他杀呢？我们的依据就是结合尸表检查、尸体解剖，然后案情。那尸表检查有很多那些扼痕啊，包括他项部的那些伤啊，包括腿部的那些伤都不会是他自己造成的。你们为什么能排除？因为他有打斗行为的发生，你不能判断在打斗行为中你发生了哪些，就是造成了哪些损伤。还有1分50秒。那有没有可能掐痕是在她跟丈夫打她的时候就掐着脖子用烟灰缸砸她，砸完了就走？有可能她是在那个时候被掐的。你们说这个是掐死的证据，你们说掐伤的证据，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掐死的话，就可能比较典型症状就是甲状软骨、横软骨的骨折，舌尖外露，就是面部或者头颅部的一个出血，就是青紫，这个死者都没有。对，掐也分3种，血供的问题导致死亡，呼吸问题也可以导致死亡，还有神经反射也可以导致死亡，不只是说我一定要有那种血液的那种回流受阻才是那种掐死。25秒了。但是有很重要的一点，你要掐死他，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过程当中他窒息的话，他眼睛肯定有充血啊。没有，我们想象的是把它掐在水中。好，你们这个对抗也好，是互人发问也好，就到这儿了。太刺激了！哇，学了好多知识。他们分得非常细致，而且非常严谨。没错，所有任何可能性的东西，他们都不下定论。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谈到死亡性质的时候，就问你们他杀这一组，从哪几个方面去分析？我先定死因，然后如果这个死因看能不能自己造成，死因加上自己能不能造成，是吧？对。陈师有没有补充的？还有尸检。尸检，对，差不多。差不多。现在问你们这边，谈死亡的性质。这四个点那个吗？哪4个点？案情的调查。案情。第2个是现场。现场。然后第3个是尸体解剖。我这个是从早上讲到现在，一直在讲这个事儿。确定案件性质的话，需要有4个环节。第一个是要把案情搞清楚，案情上有没有疑点。
第二个种现场勘查，看看有什么蛛丝马迹。第三个是尸体解剖，第四个就是我们后期的相关的实验室检查。我现在反问你们了，你们刚才汇报的时候，你们怎么汇报的？你讲了案情了吗？案情第4案讲的是基因窒息，对。第2个讲中毒，然后就开始讲死因。对。他们倒是讲了3点，没讲第4点。相对来说呢，你们汇报的这个更符合这种状态。所以你仅仅凭一个尸体解剖，法医干的事儿，或者干一部分实验室的工作，做这个 DNA 啊，做这个法医病理切片呐，就想把一个案件性质定下来的话，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事情。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你们看到那个室内的一个大衣柜没有？看到了。衣柜头上放了什么东西啊？瑜伽垫和一个白色箱子。柜子头上有箱子吗？不是，柜子上面有没有箱子？柜子上面有箱子吗？那就是说你们的搜索的这个现场和第一次现场搜的差不多。好，我再问一个，这边说不是历史，你们说是历史，你们的理由呢就是淹死的，说是有硅藻，可他们说呢这个硅藻太少。对。那你们这边其实是不是可以问他一下？你们提到了这个自来水里面，因为其实自来水是相对比较干净的水、啊，消过毒，它做过处理的呀，它不会让你喝那个水里面大量硅藻，它都拉肚子去了。啊，但是那是硅藻，但是溺液量我们不太清楚，没有肺很明显的那种，溺的那个表现。干性溺死怎么办？对。今天的这个辩论这个环节到这儿了啊。最后宣布这个死因的这个死亡性质这个结果之前，我想再问一问你们，你们这3个人和你们2个人有没有想改变自己的选择？我到那边去。3，没时间喽。2、1，好，都不换，都坚持自己观点。挺厉害啊！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这个死亡性质这个结论，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是恣意的提供效应吗？这样不吗？饿死。吸入水导致的窒息，差不了很深了，就电死了。我觉得他像是找了很多种自杀方式，很多他自己不能造成的损伤，不像自杀。爸，保重身体，我们来世再做父女。我们这次考核的重点就是2次鉴定。我们拿到了新的资料了，看一看对于接下来证据搜索有什么帮助。啊，秦明老师。Hello， 秦明老师。Hello， 你能确定浴缸里是他遇害的第一现场吗？是不是要考虑他把尸体挪进去的呀？死亡时间一模一样。我的天哪，重大发现！狼牙棒上面有血，你看到没有？哦。哎，你说的对啊，这样确实都说得通，都说得通了。师姐 ，PPT 你改完了吗？没有，电脑卡住了，我不服了，我心态崩了。完了，鼠标没电了。请见你们的口供。我发现我这个有点大反转。哇，妻子这么多事情呢。这个案件，无论是从伦理、人情、法律上来讲，都是一起悲剧当中的悲剧。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有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YY 直播智行、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复杂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勤勤、屈意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